威尼斯这座浪漫的水上之都，是许多人旅游的梦幻景点。然而，你是否曾想过，为什么一座城市要建在水上？今天，让我们一起探索威尼斯的传奇历史与惊人的建筑奇迹。我们将时间推回到公元452年，当时的罗马帝国正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加上匈奴人的攻击，战火肆虐，许多城市被摧毁，迫使当地居民四处逃亡。有一些人乘船来到亚得里亚海的一片西湖岛屿，在这个沼泽地上筑起了最初的村落。没有人会想到，这些避难者的简陋棚屋，最终建造出最令人惊叹的工程奇迹，并且打造成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的城市——威尼斯。当第一批难民来到这片西湖展开新生活时，他们面对的天然环境极其恶劣。这些沼泽小岛的地基由极其松软的粘土构成，甚至连一个人的重量都难以承受，更遑论建立一座城市了。为了打造稳固的地基，威尼斯人从斯洛维尼亚和克罗埃西亚收集大量橡木和松木，做成木桩，并将它们深深打入泥泞的细湖底部，直到触及较坚硬的粘土层。当木桩牢牢固定于地底后，工匠们将顶端切平，在上面铺设木板，以均匀分散重量。接着，他们在其上方放置伊斯特拉石，将地基抬升到水面之上。神奇的是，在无氧的水底，木桩不但不会腐烂，反而变得坚硬如石，成为建筑的牢固基础。直至今日，绝大数的原始木桩仍然保存完好，继续支撑着整座城市。当地基稳固后，威尼斯人便开始兴建房舍。起初，他们主要使用木材，但由于发生多次火灾，他们逐渐改用砖石。为了确保不过重，建筑的高度通常不超过3层。此外，他们使用石灰砂浆而非水泥，因为石灰砂浆具备弹性，能够让整栋建筑随着水流潮汐的微小变动而轻微晃动，以避免裂损。这种独特的建筑技术让威尼斯人得以在这片西湖上建立一座座坚固的建筑群，并逐步发展成一座完整的城市。威尼斯的运河系统可谓城市的动脉，大运河像是城市的 S 型主要干道，两岸是富丽堂皇的宫殿与教堂，这些建筑在水中倒映，有如一幅永不褪色的油画。而小运河则纵横交错，形成四通八达的水上网路。最初，威尼斯人主要依靠船只在各个岛屿间通行，但随着城市发展，许多岛屿的距离逐渐缩短，甚至可以骑马涉水穿越。但为了使交通更为便捷，于是威尼斯人开始修建桥梁，将这些岛屿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第一座跨越大运河的桥梁是于1181年设计的。这仅是一座简单的浮桥，但由于交通流量的增加，在1255年被改建成木桥，但又因为火灾以及结构不稳的问题，数次崩塌，最终被坚固的石桥取代。这第一座石桥的建造工程极为庞大，工匠们在大运河河岸打下超过1万多根木桩，并在上面堆砌上万吨石材，终于在1591年完工，打造出今天的里阿尔托桥。这座桥至今仍然屹立不摇，并成为威尼斯的交通枢纽。随后，石桥在城市各处陆续建成，最终让威尼斯从一片零散的岛屿群转变为一座以运河为主的独特水上都市。
这种城市设计让威尼斯带来巨大的优势。由于运河取代了马车道，威尼斯完全没有拥挤的马车与人群混杂在一起的问题。行人步道与水道各自分开，使城市交通极为流畅，货物流通也更加迅速。凭借着这个独特的优势，威尼斯成为欧洲最强大、最富裕的城市。然而，随着商业的繁荣，人口不断增加，淡水需求也迅速飙升，成为威尼斯人必须解决的最大挑战。尽管四周被水包围，但威尼斯人却无法直接使用这些水，因为西湖的水极为咸涩，根本无法饮用。最初，他们依赖船只从意大利本土运送淡水，但当人口增加至17万时，已经供不应求，迫使威尼斯人必须发明新的集水方式。最终，他们想到了一个天才的方案，利用雨水收集系统。工程师们在城镇广场下方挖掘大坑，并且用厚厚的粘土层铺底，使其完全防水。然后，他们在坑内填入沙石，并在表面铺设瓷砖，设计出像四角倾斜的排水系统，让雨水能够顺利流向广场中央的井口。雨水经过层层沙石过滤后，成为清澈可饮用的淡水。这一项工程使整座威尼斯成为一个巨大的雨水搜集系统，超过600多口井遍布全城，为威尼斯人提供了稳定的饮用水源。威尼斯人再次以卓越的工程技术，成功克服了环境的挑战，以确保这座奇迹之城的延续。为了应对潮汐与洪水，威尼斯在建成之初就设计了精密的排水系统。近年来，威尼斯更启用了摩西工程，一套庞大可升降防洪闸门系统。当亚得里亚海水位上升时，这些闸门就会从海底升起，阻挡海水进入西湖，守护这座珍贵的城市。威尼斯不仅仅是一座建在水上的城市，更是一座由智慧、公益与勇气构筑的奇迹之城。在这些古老的运河与建筑之间，都是工匠们用脑力与汗水写下的历史篇章。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请订阅、按赞并开启小铃铛。你的鼓励就是我持续创作的动力。我们下集见喽！拜拜。